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，在此与诸位结缘。我们今天开始一起研读《道德经》的第1章。这是一部被誉为中华文化智慧之源的经典，其文字虽然古朴简练，却蕴含着极为深邃的宇宙观、人生观与治国之道。我们这一讲专注于第1章，而这正是全书的纲领所在。第1章的原文如下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教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这段话仅有数十字，却几乎奠定了整个道家思想的宇宙论基础。我们逐句来解读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这里的第一个“道”是动词，可以理解为可以说出来的。第二个“道”则是名词，是道本身，是指宇宙的本源本体。老子在一开始就设下了一道哲学陷阱：凡是能够被言说、被定义的道，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真正的道。道，他提醒我们，语言本身是有边界的，所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道，终究被人的主观经验所限，无法真正触及那个玄之又玄的本体。那么什么是非常道呢？常在这里不是普通的经常或通常，而是指恒常不变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把一个道说清楚了，那它就不是那个恒常不变的终极的道。这一层意思正是老子所要揭示的第一层：玄，本体永远不可言说。接下来的名可名，非常名，与道可道，非常道构成一组对仗结构。我们可以理解为，所有可以被命名的事物都不是那个本质的名。这句话继续延伸前面的逻辑。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限定器。当我们给某个东西起了名字，我们实际上已经把它框定在某个认知模型中。就像我们说树，就默认它有根、有干、有枝、有叶，可这只是某种分类下的树，而不是树的本质。老子提出，一旦有了名，就有了界限，而道本身是无界限的，它超越一切现象，存在于所有存在之前，是生发天地万物的根本。接下来老子说，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这两句话将无名与有名分别赋予了宇宙生成论中的2个层面。无名是在语言产生之前，在事物被分别定义之前的那个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下，还没有阴阳之分，没有形象，没有意识，它是天地的始，即宇宙最初的状态，可以理解为混沌或道体。而一有名，万物便开始分化，有了阴阳五行，有了山川草木，也有了人我彼此，于是有名就成为了万物之母。注意这里的表达方式，在老子看来，万物之母不是贬义，而是指一切现象世界的源头，是道转化而成的产物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无名是本体，有名是现象，无是形而上者，有是形而下者，而道就是在无与有之间流转的力量。那么人应该如何去接近道呢？老子说，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教。这里是最容易被现代人误解的一句。很多人以为无欲就是禁欲、压抑欲望，实际上不是。这里的欲并非指日常生活中的性欲、食欲，而是一切分别心和执着心。当一个人摆脱了强烈的主观愿望，不以成见看待世界，就可以看到事物的妙，即本质真相。常无欲，就是要保持一种成名的状态，从而观其妙；而常有欲，是我们平时以欲望之眼看世界，这种状态下看到的只是教。教这个字非常关键，
它的意思是边缘、轮廓。当我们用欲望来看世界，只能看到事物的边边角角，是看不到深层规律的。换言之，妙是核心，是玄，是本体，而教是表层，是现象，是符号。而这一切的分化，其实同出于一个源头。老子说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。这里的两者是指常无欲与常有欲所观察到的两个层面。尽管人以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，但这个世界的根本来源是同一个道。所以老子在这里总结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玄这个词我们今天常用作形容神秘，其实在古代，玄原本是指深不可测、幽暗难明的东西，是那种肉眼不可见、心智难以穷尽的存在状态。老子说，同谓之玄，是指出现象与本体虽异名，却同源于道的幽深之境，而玄之又玄，则进一步指出，若人能透过现象穿越层层教，不断推入内里，那将开启众妙之门。众妙之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，可以理解为通往一切真知的通道，也可理解为回归道的起点。在这里，众妙不只是指自然界的奇观，更是万物运化、人生真意、治世理道之玄机。而这个门并不是实体的门，它存在于我们心中，是一种认知方式的转变，从执着于有转向观照无，从追逐表象转向体会本源。我们回到这整段文字的结构，会发现其实老子用的是一种螺旋式的语言结构。他先提出道与名的不可说，然后谈到无名与有名的宇宙论，再到欲与无欲的人心作用，最后回归到玄这个核心概念上。这是道家语言的一个特征，不讲究线性逻辑，而是通过层层递进、环环相扣的方式，将读者引入一种玄同的状态。所谓玄同，就是摆脱二元对立，进入本体意识的境界。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第一章的逻辑结构。第一句讲语言的局限性，第二句讲命名的边界，第三句引入本体与现象的宇宙关系，第四句转向人如何认知世界，第五句总结多层认知指向同一源头，最后一句升华为人如何与宇宙奥义相通。在哲学史上，第一章已经具备了形而上学、现象学、语言哲学和认识论的多重含义。老子并不是用论证的方式，而是用启发的方式，让你自己去顿悟玄之又玄的那道门。如果我们今天再来理解这段话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，老子所强调的语言的不可穷尽性，反而显得更具先见之明。因为我们已经发现，再强大的大模型也只能模拟语言的边界，却无法生成道的本体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《道德经》开篇之所以千古传颂，是因为它指出了一切思想的原点，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玄，在欲望与无欲之间有一个返本归真的妙。而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章，就很难进入《道德经》后面所要展开的道与德的动态关系，无法理解老子为何说上善若水，不争而善胜，也不明白无为其实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顺道而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在下一章，老子将用一种更具体的方式告诉我们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这是他对价值判断产生根源的深刻洞察，也开启了他关于相对性的哲学思考。美与丑如何共生，善与恶为何相随。下一讲我们将继续进入老子那栋见人性、揭示世界真相的第二章，
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善起，福泽自来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